在东南亚这片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里，马来西亚一直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舞台。它既不是像泰国那样的传统汽车制造中心，也不是像新加坡那样完全依赖进口的小而美市场。马来西亚既有本土品牌的存在感，也有日系车几十年积累的口碑，还有欧洲车和豪华车的一席之地。长期以来，这里的销量排行榜几乎被本土双雄 Perodua、Proton 以及日系劲旅丰田和本田牢牢把控。至于外来的新力量，往往只能挤到榜单的边角，存在感不强。然而，2024年的故事出现了变化。奇瑞这个中国品牌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闯进了马来西亚的销量前5。那一年，它靠着 Moda、Tigo、J-Crew 等 SUV 组合，直接挤掉了原本排名更靠前的老牌对手，硬生生在榜单上杀出一条血路。这一成绩在当时被很多人看作是黑马事件，甚至有人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毕竟市场稳定了这么多年，中国车企突然闯进前5，多少带有新鲜感和好奇消费的成分。可是到了2025年上半年，奇瑞用实际数据告诉所有人，这不是一时的侥幸，而是一个新的格局。根据官方统计，截至6月30日，奇瑞在马来西亚累计销量14166辆，稳稳站在第5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与排名第6的差距已经被进一步拉大。这意味着奇瑞不只是混进前5，而是彻底在这个阵营里扎下了根。这种差距的拉开背后其实有很多原因。首先是产品矩阵的完善。2024年，奇瑞能杀进前5，靠的是 Model 5和 Tigo 系列的初步发力。而到2025年上半年 ，J-Crew 这期成为了销量爆款，半年就卖出5858辆，直接带动了整个品牌的上升。与此同时 ，Model C9 销量达到3365辆 ，Tigo 7 Pro 和 Tigo 8 Pro 合计2542辆，而 Model 5也贡献了2449辆。每一个细分市场，奇瑞都有人在打拼。与其说奇瑞是靠一款爆款撑起来的，不如说它已经在马来西亚完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产品布局。其次是品牌形象的升级。2024年时，很多人对奇瑞的印象还停留在物美价廉，但2025年随着 J-Crew 这期的大量曝光，消费者开始意识到，中国车不仅便宜，还可以很豪华，内饰精致，配置丰富，外观大气，甚至有人评价说，这一期比同价位的丰田 2AV4 和本田 C2 更有高级感。这种心理的转变极为关键，它让奇瑞从替代选择变成了首选考虑。再看对手的情况，还在第6位的三菱，2025年上半年累计销量6724辆，还不到奇瑞的一半。这个差距足以说明奇瑞已经真正把竞争层次拉开。三菱在马来西亚的销量主要依靠 Spender 和 Triton 皮卡，但随着消费偏好的变化，它的增长乏力。相比之下，奇瑞的新车型不断涌入，不仅满足了传统家庭用户的需求，还抓住了年轻一代追求科技和个性化的心理。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奇瑞的本地化策略。进入马来西亚之后，奇瑞并没有停留在卖车这一层，而是持续扩展销售和服务网络。更多的 4S 店开在大城市和2线城市，配件仓储也在加紧布局。消费者在购买奇瑞时，不再担心售后没人管的问题。这种安心感是销量能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相比之下，一些同样进入马来西亚的中国品牌，因为售后不足，始终没能打入主流。奇瑞显然吸取了前人的经验，走得更稳。奇瑞与第6名的差距拉大，还意味着它有机会进一步向上冲。虽然要撼动本田、丰田的地位并不容易，但奇瑞至少已经确立了一个稳定的阵地。对于一个外来品牌来说，这种阵地感极其珍贵。它不再需要担心掉出前5，而是可以开始谋划如何在未来挑战更高的位置。消费者的口碑也在逐渐发酵，很多马来西亚车主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奇瑞体验，内容不再是尝鲜，而是推荐。他们说，这车开起来很舒服，价格比日系实惠，内饰比德系还精致。这些真实的评价比任何广告都更有说服力。口碑效应一旦形成，就会带来更多的增量。奇瑞目前在马来西亚主要有3类工厂布局，一是在雪兰莪沙亚南建立了自己的本地 CKD 组装厂，已经开始生产 J-Crew J7 等车型；二是在吉打古林继续依托合作伙伴 Anacon 工厂进行 Model 5、Tigo 7 Pro、Tigo 8 Pro 和 Model E5 的组装；三是正在雪兰莪乌鲁雪兰莪建设一个占地约200英亩的超级智能汽车工业园，计划2026年投产，初期年产能10万辆，未来扩展至30万辆，涵盖燃油车、混动车和电动车。整体来说，奇瑞在马来西亚已经形成了从现有组装到未来智能制造与出口的全链条布局。
展望未来，下半年奇瑞还可能有新车型引入，比如更多 PHEV 和新能源车，这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影响力。与此同时，比亚迪在电动车市场持续发力，奇瑞与比亚迪两大中国品牌的双核效应，正在改变马来西亚汽车市场的整体生态。从原本的日系和本地车主导，变成了中日本地三方角力。从2024年黑马般杀进前5，到2025年上半年稳稳站住并拉开差距，奇瑞在马来西亚的故事是一部典型的逆袭史。它证明了中国品牌不仅能在价格上竞争，还能在品质、形象、服务上与老牌强敌正面对抗。今天的奇瑞已经不是那个被人质疑的小角色，而是马来西亚汽车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玩家。未来几年，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也许2024和2025年会被视作一个分水岭，那是中国品牌真正进入马来西亚主流市场的起点，也是奇瑞从新来者变成常胜将军的关键节点。而这一次，奇瑞不仅仅是守住了位置，还在榜单上与对手拉开了一个难以忽视的距离。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欢迎评论表达您的看法，咱们下期再见。